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看到手机推送，中日军队在台湾附近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多国军舰正在集结，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股市崩盘，油价暴涨，还是第3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假如在2026年，中日真的因为台湾问题走到开战这一步，会打成什么样？谁会被拖下水？亚洲和世界格局又会被改写成什么样？战争是怎么被点燃的？时间来到2026年，过去几年，台海局势持续紧绷，台湾内部政治继续向事实独立的方向摇摆，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在高科技、军事上对抗加剧。日本不断强化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自卫队在冲绳、宫古、石垣等岛上的基地逐步完善，并频繁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假设出现了这样一连串事件，台湾发生新一轮政治事件，例如修法，进行被视为法理独立的动作，中国大陆认为这已经触碰到红线，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战化演训。解放军在封控台海部分空域、海域的行动中，开始临时检查进入相关海域的商船，同时对靠近的外国军机军舰发出强烈警告。日本自卫队舰机在宫古海峡、与那国岛附近高强度出动，声称是在保护日本周边海上交通线和确保本国安全。在一次高危的对峙中，一架日本战机与解放军战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附近发生了擦撞或误判，导致一方坠机，飞行员伤亡，双方媒体和舆论瞬间被点燃。接下来，日本政府引用日美安保条款，声称遭受武力攻击风险提升警戒级别。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在为他国武装干预台海开路，宣布对日本周边特定军事基地进行必要的军事警告。一开始可能只是军事冲突的升级，但在情绪、舆论、同盟体系、军事误判多重叠加下，局势就从危机走向了战争。战争从来不会慢慢开始，真正开打的那一刻，双方都知道必须争抢前72小时。解放军首先发动的是远程精确打击，数十枚乃至上百枚巡航导弹掠过海面，闪电般击中日本西南诸岛的雷达站、机场、燃料库。宫古岛机场陷入瘫痪，与那国岛的雷达屏幕一度全黑，石垣岛的补给仓库被打出巨大的火球。这并不是摧毁日本，而是让日本的前沿之眼瞬间失明。中国同时在台湾以东建立了多层封控区，海空力量密集部署，任何靠近的舰机都被警告驱离，日本当然不会退。自卫队战机从奈霸、鹿屋、新田园等基地咆哮升空，试图打通冲绳宫古台湾这一条生命通道。但仅仅2天之后，日本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地理陷阱里，补给线太长，基地太靠前，而对手的打击半径又太大。战斗的结果并不是日本战斗意志不强，而是现实的条件摆在那里。开战不足3天，台湾方向的战区态势已经明显向中国倾斜。日本并没有被击败，但他无法再像战前那样频繁地出动前线力量。战争第1周至第3周，战区进入压制期。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地理优势和兵力密度开始显现。台湾距离中国大陆的最近处只有100余公里，而距离日本本土却有1000多公里。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小时为单位补给，日本却要以天为单位计算。在这段时间里，解放军持续对日本西南诸岛实施点穴式打击，不是轰炸成废墟，而是每次都精准打在补给节点上。机场跑道、油料储罐、
雷达天线，日方拼命抢修，但修复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被压制的频率。于是，战场出现了第一个清晰的军事结论：日本并不会快速战败，但它在台湾方向的战力会被逐步推回冲绳以北，而中国在战区的主动权会随着时间稳步提高。本质上，战争进入了压制但不决战的局面，看似平静，其实危险正在积聚。第三周之后，战争的命运交给美国。当战争进入第三周，它的性质就不再由中日单独决定，真正的变数来自太平洋另一端，美国的军舰、侦察机、卫星从战争第一天就没有离开过战场，但它一直保持着侦察介入，而非参战介入的微妙平衡。然而，当日本的前沿基地被压缩，当中国在台湾方向建立明显的空海优势后，美国就面临一个真正的战略抉择：是出手，还是保持距离？这是决定世界未来10年的时刻。如果美国选择不直接参战，战争将像被按下冻结键一样，双方会在某条海域上停火对峙，以外交手段落幕。但如果美国选择深度介入，部署航母打击群进入台岛以东海域，允许自卫队使用更多后方基地，甚至参与部分拦截与支援任务，那么这一场原本属于中日之间的区域战争就会迅速膨胀成亚太级别的战略冲突，不是第3次世界大战，但已经非常接近边缘。而真正会引发世界大战的条件有3个：欧洲被拖入，俄罗斯卷入，美中全面开火。但这3个条件在现实中几乎都被各国拼命避免。所以结论是，中日开战不会自动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中美介入也不必然引发世界大战，但整个世界会在战争的阴影下重新分裂成2个互不信任的阵营。真正危险的不是核弹，而是全球秩序的裂痕。中日之战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后果。一、日本国内政治震荡。日本战后一直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虽然近年来不断修改安全政策，放宽防卫预算，但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巨大心理冲击。可能的政治后果包括：战前政府的支持率可能因为强硬而短期上升，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经济崩盘，民意会迅速反噬，和平宪法问题会被推上极端化的辩论，一方主张进一步正常国家化，另一方则质疑军事冒险主义。此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会被重新定义。韩国、东南亚国家会重新评估日本军事角色，日本国内对美军基地的态度也可能从依赖变成怨恨或更加分裂。2、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反应。如果中日因台湾问题开战，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是对外战争，更和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挂钩。在国内层面，初期舆论场很可能高度一致，民族情绪被全面动员，但一旦战争时间拉长，经济受挫，人员伤亡增加，社会会出现更复杂的情绪，支持、焦虑、质疑交织。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关系会进一步紧张，制裁反制裁将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会被主动或被动的重构。经济后果不仅是中日受伤，而是全球震荡。这一部分是很多人最直接能感受到的冲击。一、贸易与供应链的断裂。中日都是全球经济大国，也是关键产业链的节点。一旦东海、台海周边出现战争，大量航运路线会被迫改道，保险费用飙升，运力下降，运输时间拉长，半导体、精密制造、汽车零部件等供应会受到重大扰动。
以前苏伊士运河被堵几天，就引发全球物流混乱，更何况是几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军事冲突海域。结果是全球工厂停工，库存短缺，价格上涨，通胀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为此买单。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一旦中日开战，全球金融市场会出现典型反应，亚洲股市率先暴跌，全球股市跟着下行，尤其是和东亚供应链高度绑定的公司，资本会大量涌入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元、黄金、美国国债、人民币和日元都会承受压力，只是方向和程度可能不同。石油、天然气价格上升，航运费、保险费大幅上涨，进一步推高全球物价。三、对两国长期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战后可能会更加强调自主可控的科技和产业链，和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削弱，向内循环加非西方国家合作，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倾斜。对日本，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更加主动参与去风险或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组，但自身也要承受制造业受损、市场丧失、社会负担加重的长期后果。世界格局的变化，新的冷战线会出现吗？中日因为台湾问题开战，本质上不只是两国矛盾，背后是大国关系、同盟体系、全球秩序的再洗牌。一、美国的角色。只要中日打起来，美国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一方面，美国在日本有军事基地，有条约义务；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权衡。直接介入意味着与中国发生更高风险的正面对抗，不介入又会被盟友认为不可靠，削弱其在亚太的威信。在实际操作上，美国更有可能采取军事层面的有限介入加战略模糊，经济金融层面的极限施压，同时加强对欧洲、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伙伴的动员，构建一个更明确的对华竞争阵营。二、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态度。欧洲在价值观和同盟关系上偏向日本和美国，但在经济上和中国有巨大依赖，会在制裁力度和自我损失之间做痛苦权衡。俄罗斯极有可能从中获取地缘政治红利，对中国保持某种程度上的支持或配合，同时在东北亚、北极航道等议题上寻找机会。全球南方很多国家会倾向于中立，利用中美欧之间的紧张，争取更大的议价空间。整个世界格局会更明显的朝多极化加阵营化并存的方向发展。三、新冷战线的雏形。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但后果会留下很久。军事与安全上，亚太地区正式进入高度军事化的时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会大幅提升军费，中国也会进一步强化沿海防御与远洋能力。经济与科技上，以中国为一级、以美国为一级的两套体系分化更明显，国家之间需要在更多领域选边或脚踩两只船。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彼此的误解与敌意加深，互相当作主要威胁的叙事会固化下来。中日一旦因台湾问题开战，军事上是灾难，经济上是灾难，政治上是灾难，对整个东亚乃至全人类的和平都将是一次巨大倒退。在你看来，这场假想中的2026年中日战争最可怕的部分是什么？是导弹和军舰，还是被彻底撕裂的信任和秩序？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